然了，是不是我干了这坛酒，你就同我一起下江南？君子一言，8匹马都难追回来。好，今日我就舍命陪君子，先干为敬。殿下，太子殿下可曾知道，在我们安乐寨，女儿红是出嫁时才会喝的酒。太子殿下喝了我的酒，可就是我的人了。再来点。恍若九阳出阳谷，皎若夜光寻扶桑。好了，别念了，知道你满腹诗书了。我没有要念书，我只是在夸你。堂堂一个太子殿下，喝这么一坛酒就醉了，我才不信。来，再来一杯。是，我就知道，居然还给我装醉。从小到大，陛下便对我耳提面命，要克己复礼，行为端正。喝醉酒还想教训我呀？没门儿！可我偏要随心所欲一回，有些事情为何别人做的，我这个太子殿下便做不得啊？行了，别喝了，别喝了。你给我哎呀，你别喝了，哼，太子殿下，你想对小女子做些什么呀？我要飞到天上去。真有意思。这上面果然更看得清人些。果真是喝醉了呀！快下来，别让那树枝划了你荣冠中原的脸。我不，我就不。那你就在上面待着吧。子元，陛下对我功课考察甚严，我不能同你一起玩耍。殿下为何不能随心活一次？书中是有颜如玉，但目光若只用于几页薄纸，又如何能看到更广阔的天地呢？天气这么好，殿下不想上来看看京城的春色吗？子元，随心而活，是你告诉我的。那时候我没有爬树，我错了，我应该听你的话。殿下可看清楚了，我可是任安乐。任安乐，我认识你，你和子元一样，都不会违背自己的心意活着。即便我今夜没有设宴，你还是会同我去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殿下为何要答应我的要求呢？因为我希望你开开心心的陪我去。我更想让你知道，你对我很重要。我的身边需要。
殿下，你是不知道，你昨晚已经上树了。我上树了？嗯。你确定？干出这种事的人是我，不是然乐。这满园还有谁的酒量比您差？您还真是一坛就倒。荒唐！我昨天在宴前不是嘱咐过你，要对我多加照看的吗？昨天我也喝醉了，忙着和院镜聊天去了。这个任安乐便一点也没醉。哦，说起这个安乐姐啊，她可厉害了，非但千杯不醉，还对烂醉如泥的您照拂有加。昨夜啊，我是第一次看到任大人那么像个大人，您那么像个小孩。我居然在酒后成了无理取闹的那个。殿下，昨夜您酒醉时，安乐姐有没有乘人之危啊？难道殿下想与安乐姐发生些什么？你荒唐，满脑的酒色！去把昭明文选抄一遍。去。哦。这么一来，又要被那个任安乐给拿捏了。任安乐，任安乐，你打算何时向陛下请旨，随我下江南？我什么时候答应殿下要跟你一起下江南了？君子重诺，言出必行。安乐又不是君子，安乐是一介水匪小女子。然乐，你不要无理取闹。为了让你答应，我已经有求必应了。谁答应你了？哦，对，好像有点想起来了，我应该是答应你了。哎呀，昨天晚上喝酒喝太多了，有点想不起来了。想想啊，哎呀，口好干啊。痛。想起来了吧？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昨晚殿下喝的实在是太多了，你非要爬树，我花了好大劲儿才把你给劝下来。而且太子殿下当时一直抱着我，喊我紫渊，死死都要抓住我，还一直喊紫渊紫渊。后来又怎么了呢？苑卿苑叔，昨晚殿下还干嘛了？别想了。荒唐。小姐，你看起来心情很不错嘛。有吗？有啊，很久都没有看到小姐这般真情实感的笑过啦。你可跟朕打过包票，这任安乐一定会同意的。出了点意外。可这任安乐一早就进宫，跟朕请旨下江南，他没告诉你啊？
这个人安乐。来，喝点水。安乐寨寨主常年海上奔波，竟然会突然晕车？殿下与我同坐一车是为了照顾我吗？我是想与你一起商量治理水患之策。那殿下一直手握那瓶晕车药是为什么呀？是想让你尽快清醒，免得这一路上会闹得人仰马翻的。殿下还真是贴心呢。但是安乐晕劲儿没过，头也疼，手脚也无力，不如殿下好人做到底，将这瓶晕车药喂安乐喝下吧。你就晕着也罢，大不了到了江南，我让人用麻袋把你扛下去，也叫慕天府的百姓瞧瞧新任大理寺卿的威风。安乐一时迷糊，让殿下见笑了。但是谁迷糊的时候没办过几件荒唐的事情呢？殿下不就还爬过树，摔过饭碗，还调戏过良家妇女？荒唐！原来殿下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安乐呀。属下就是在青南山遇见了将军。当时我一人对战数十北秦兵，几乎穷途末路。是啊，看到你以一己之力将敌寇斩落七八，我就在想，你可为我大晋所用。多谢将军救命之恩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冷北。你跟着我做什么？追随将军。我西北二郎千万，你有什么资格？将军小心！若非将军相救，属下早已命丧黄泉。我救你一命，你也救我一命，大家互相扯平。将军救我是仗义无私，我救将军，则是为了报恩。追随将军5年来，将军指导属下，比对其他人细心。冷北的这条命，是将军给的，也只愿为将军肝脑涂地。你心里明白就好，好好为大晋效力。属下定会谨记在心。属下告退。救下你，不过是在赎罪。青南山8万帝家军惨死，我无力回天。如今在青南山多救一人，便能多赎一份。大人此前提过，青城中找不到的长丝花，琳琅找到了种子。
多谢你，琳琅。帮我种到阳光最好的地方。好。既然已经到了慕天府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谁？太子殿下。任安乐，你这么晚来找我，不是为了商议赈灾之事吧？太子殿下先帮我擦干，我再告诉你为何。我没擦过。其实我是来帮太子殿下迎客的。简宋已经去了。哦，这么巧，岳叔也已经去了。简宋功夫不赖嘛。你家院叔也不差。太子殿下不用在旁边保护我，靠近我便好。好招！殿下这招也不错。等等，留活口！是属下疏忽。我还没看到呢，怎么就倒了？是服毒自尽。殿下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伤到你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殿下，刚才在后院被制服的几名刺客都服毒自尽了。这些人此前就未曾使出杀招，眼下更是宁愿服毒自尽，也不留一丝痕迹。殿下，这会不会是……此间事了，回去温书吧。怎么了这是？既然殿下无事，温公子还是送我回去吧。哦，走吧。所以太子殿下是何时知道他们会来的？我们暗中查看了灾民的状况，回城路上却畅通无阻的时候。所以这场刺杀应是钟义侯和钟礼文联手所为。所以刺杀的地点选在了这个客栈，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而且这些刺客他们的功夫如此的高深，却只对着太子殿下的扇子打。哎呦，真是可惜了这么一把好看的玉扇子。可见他们的目的不是刺杀，而是警告。说的也是，我们这次下江南才是陛下眼中最为紧要的事情。如果我跟太子殿下就这样死在了这个慕天府，到时候自己惹得一身骚，不是？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。还有第二种。这个钟义侯为人不择手段，我们若是死在此处，他大可以嫁祸给钟礼文。那太子殿下觉得，许是这个刺客放我们一马，也说不定。我们已经尽力隐藏了行踪，但还是被追踪到了客栈，可见我们当中有人是内鬼。侯爷，你莫不是真的派了刺客
这可是引火烧身之举啊！太子在暗处，钟丽文在明处，也实在不好办事。所以你就使了这招，逼太子现身。这次的刺杀，早就做好了失败的准备。现在太子势必是毫发无损，又能奈我何？毕竟，刺杀之后的明局，才是给韩烨和任安乐这对家人的大礼。与其被他们步步紧逼，倒不如反将一军。所以我就说我跟太子殿下还是非常有默契的。这些人搞出那么大的动静，无非就是想要告诫我和太子殿下别在暗地里搞事情。我们就主动现身，各亮名牌。好。这样做不妥吧？这赈灾营还要5日之后才到，若是灾民们知道了殿下来了，却无所作为，那岂不是要闹得更乱？哎呀，我们这次下江南还真缺少银子和粮食嘛。文书，通知下去，让大家都换回衣饰，摆下太子仪仗。我要让穆天府的所有官员在1夜之内都知道太子御临之事。是。臣惶恐，未知太子殿下御临穆天府，臣接驾来迟了。哪里，钟大人乃一方父母官，公务繁重，是我未及时告知。这位莫非是？这位是大理寺卿任安乐大人，此次与我同为钦差。任大人。这客栈简陋，下官已为太子殿下还有任大人准备好了一处别院。不必了，穆天府水灾严重，不必为我耗费财力。更何况，钟大人穿着如此朴素，可见平日清贫惯了。多谢太子殿下体谅。就好比这次天灾，穆天府已经打开了粮仓，把所有的粮食都赈了出去。粮仓空虚，万幸的是，太子殿下和任大人及时赶到，这才解了15郡县的燃眉之急呀。官仓果真空了？若太子殿下不信，下官可以打开粮仓，让太子殿下一观究竟。钟大人言重了，我自然是信大人的。若如大人所言，那份万人血书为何会传到京城啊？这任大人就有所不知了。江南离京城路途遥远，那边的难民刚至，这边穆天府就已经把他们安抚得差不多了。那这么说来，这赈灾银是不是就不用发了？那倒也不是。这治水救灾还得从长考量。穆天府现在商家手里还有些余粮，所以下官准备明日率乡绅在望江楼设宴，还请太子殿下还有任大人一同前往，共商此事。去。哎，这个望江楼的酒席啊，看来咱们是吃不起了。你如今倚仗着我这个当朝太子，天底下哪还有你吃不起的饭菜啊？哼！我这一介乡野女子，明日还要请太子殿下多多照顾我才是啊。钟丽文在江南一带颇有势力，他还是钟义侯的内弟。明日啊，你可要多多收敛些。此次下江南诸多事宜，还得靠他多多帮助。你又想做什么？太子殿下累了一天了，我自然是要为太子殿下宽衣解带才是。
没想到你平日蛮横无理，私底下竟有如此温柔体贴的一面。那是自然。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如果不是安乐如此贴心的话，太子殿下如何会忘了等了10年的弟子缘，移情于安乐呢？是啊，10年惦念，如今皆成过往。太子殿下这说的是真的吗？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。注意点分寸，安乐。哎呀，我怎么就这么不喜欢这个钟离文派来的人啊？来的不是时候，走的也不是时候。本来还想着太子殿下有了安乐的贴心服侍，定然会跟安乐坦诚相对。安乐，你真是越来越荒唐了。就算是我荒唐，你也配合我唱了双簧呀，太子殿下。大人回来了。他们可好对付？太子殿下倒是挺好说话的，不过这个任安乐确实是个硬茬。不过我就不相信这世上还有不收礼的官儿。山珍海味他不吃，难不成他还想吃灾民的口水？既然太子殿下想体体面面的捞个政绩，那我们就把这件事给他办得漂漂亮亮的，这也算是大功一件。可是侯爷那边，我自有交代。两手准备，我们先设个局，以表诚意。如若不然，我们看一出戏，看看太子殿下来了江南是怎么引起的灾民暴动的。这岱山上一年四季不长鲜花，唯到秋夏的时候才闻得几声鸟叫。像那样一个一年四季没有一线生机的地方，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在上面过了10年。他马上要回京了，你难道不想看看他10年后是何等模样吗？等他回来，我便找机会去看他。将军，您不能再喝了，您要去兵库巡视。哦，是，我忘了，近日公务缠身，怕是没空去看他了。既然将军还有公务在身，在下就不打扰了。李郎，那日在泾安侯府中，我便觉得帝家被陷害一事，安宁定然知晓。那您为何不告诉任大人？他与安宁自有情同姐妹，一不想把她牵扯其中。此次安乐出京，我们替他好好查查。还有荷花坠子的事儿，抓紧查。是。没见过。你呀，嘴上说是来查坠子，我看你是想自己来挑武器吧？哎呀，这不找个趁手点的武器，怎么保护你跟小姐？本来还想着这人是行武出身，或许会用这坠子换把趁手的刀，
可这一路的武器铺咱们都问过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唉，这都找了1天了，我肚子都饿了，就知道吃。我饿了吗？这个坠子过了10年才重现于世，对主人来说必然珍贵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当掉。近年来江南水患连连，饥荒不断。走了，去哪儿？米铺。米铺？